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率高达80%。医生，癌友容易缺两种营养素。癌症是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，每年导致数百万人的生命逝去。然而，癌症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疾病本身，还在于它带来的全身性消耗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癌症患者中高达80%存在营养不良现象。肿瘤患者的营养不良不仅直接影响治疗效果，还会造成免疫力下降、体力不足，甚至加速病情恶化。营养问题并非只是吃得少或吃不好这么简单，癌细胞疯狂掠夺身体的营养储备，进一步导致患者陷入恶性循环。那么癌友最容易缺哪两种营养素？一起来看看。一、癌症患者为何易陷入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？癌症患者的营养不良问题常常被人忽视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营养不良是贫穷或者吃不饱饭才会有的事，怎么会和癌症扯上关系？癌细胞特别贪吃，它们是人体中的不速之客，一旦出现就会疯狂地抢占身体的资源。这些癌细胞像是不知疲倦的饕餮，为了维持自己的增殖和扩散，需要大量的能量和营养，结果就是癌细胞吃的越来越多，患者的身体自然就撑不住了。与此同时，癌细胞还会破坏身体的消化吸收功能，比如胃癌、肠癌，这些器官本来是负责把食物变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的，但癌细胞一插手，它们的工作能力就大打折扣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一些治疗手段，比如化疗和放疗，会带来恶心、呕吐、食欲不振等副作用，这些都让患者更不愿意吃东西，身体的营养储备也就越来越少。营养不良带来的麻烦可不只是看起来消瘦无力那么简单。首先，患者的免疫系统会迅速变弱。免疫系统就像身体的防御大军，一旦没有足够的粮草支撑，就没办法好好工作。癌细胞抓住这个机会，侵略速度会更快、更猛烈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状态很容易进入一个循环。营养不良会削弱身体对治疗的耐受性，治疗效果变差，病情进一步恶化。病情越严重，对营养的需求越高，消耗也越大，结果营养不良加剧，身体状况持续恶化。很多人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癌症患者会面临这么大的营养挑战？其实，这种恶性循环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，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器官的病变，而是会影响到身体的方方面面。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方位的努力，包括改善患者的饮食结构，选择适合的治疗方式，以及及时进行营养干预。只有打破恶性循环，癌症患者才有可能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占据更多主动权。二、癌友最缺的两种营养素。癌症患者的身体就像一个不断失血的战场，营养素的供需失衡是最大的难题，尤其是蛋白质和维生素 D， 这两种营养素常常成为患者体内最稀缺的资源。蛋白质是参与人体修复组织、维持肌肉、增强免疫力，是健康运转的核心动力。肿瘤患者往往因食欲下降，摄入的蛋白质根本满足不了需求，身体会优先分解自身的肌肉储备，肌肉减少不仅直接导致体力下降，还会让免疫力逐渐崩塌。除了蛋白质，维生素 D 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很多人只知道它和骨骼健康有关，却不知道它还是免疫系统的调节器。维生素 D 能帮助身体更好的抗击炎症，抑制癌细胞的活性。但肿瘤患者因为长期住院，活动量少，缺乏日晒，加上病症带来的代谢紊乱，维生素 D 水平很容易陷入赤字。一旦维生素 D 不足，免疫功能就会打折扣，身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也会下降。癌症患者的饮食环境和普通人完全不同，日常饮食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D 摄入量往往无法达到需求，这并不是因为患者不想吃，而是吃不下，或者吃了也吸收不了。这场营养战争中，癌细胞总是占上风，但癌友并非无计可施。通过营养补充剂、专业设计的饮食计划，或者医生指导下的营养支持治疗，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缺口是可以逐步弥补的。三、癌友如何打赢营养攻坚战？癌症患者的营养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吃饱吃好就能解决。对患者来说，想要在这场营养攻坚战中取胜，需要科学的饮食规划。癌症患者的饮食重点是高蛋白、高热量、易消化，
这不是为了满足口感，而是为了补充身体快速流失的能量和营养储备。同时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也是热量的重要来源，比如植物油、牛油果和全谷类食品，它们提供了额外的能量支持，让身体有弹药可以消耗。很多患者因为化疗或手术，味觉会变得敏感或者扭曲，这时调整烹饪方式很重要，少油少盐、软烂易嚼的食物更适合患者。汤羹类、炖煮类食物容易下咽，也能增加摄入量。营养补充剂是癌症患者的一大助手，针对特定营养素的缺乏，比如蛋白质、维生素 D、矿物质，可以选择医用营养粉或液体制剂。这些产品经过特殊配方设计，既能保证营养成分充足，也能减轻胃肠道负担。癌症患者和家属需要和医生、营养师紧密合作，根据个体化情况调整饮食方案。通过定期监测体重、血液指标等数据，及时发现潜在的营养问题，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。在营养管理的道路上，科学和坚持缺一不可。癌症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，良好的营养状态是打好这场战役的重要基础。吃好每一口饭，就像在战场上巩固每一寸阵地，是赢得这场战争的重要一步。4. 癌症患者如何保持更高的生活质量？癌症的治疗不仅仅是对抗病情的过程，更是帮助患者回归生活的旅程。如何在治疗的同时尽可能保持生活质量，成为他们和家人关注的重点。合理的营养是维持生活质量的基础。通过增加高热量、高蛋白食物的摄入，能够有效补充能量和帮助身体修复。如果患者因为治疗的副作用导致食欲减退，尝试少量多餐或者选择一些液态营养食品，既能减轻肠胃负担，也能更容易接受。心理状态同样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癌症确诊后，患者往往会经历恐惧、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。建立一个支持性的心理环境很重要。家人和朋友的理解和陪伴能够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和力量。适度的运动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另一个关键。很多患者认为患癌后应该尽量休息，但其实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身体的恢复。当然，运动的强度和类型需要根据患者的体能状况来决定，最好在医生或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。保持一定的社交活动也能让患者感觉更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。癌症的治疗过程可能让患者感到孤独，但和家人朋友聊天，参加一些适合自己的活动可以缓解这种孤独感。如果体力允许，尝试参与社区支持小组，与其他患者分享经历和心得，也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信心和鼓励。癌症并不意味着生活的终止，而是生活模式的改变，每一个细节的努力都成为改变的关键，也可能让患者的每一天都更加充实和有希望。结语：癌症的治疗是一个复杂且艰难的过程，而营养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数据显示，我国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率高达80%，这不仅影响治疗效果，还会导致患者体力下降、免疫力削弱，甚至直接威胁生命。科学的营养干预不仅是治疗的辅助，更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。在对抗癌症的漫长道路上，合理的饮食规划、高效的营养补充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病情，为康复提供坚实的支持。营养管理需要从患者的实际需求出发，特别是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等关键营养素，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或专业的医疗手段弥补营养不足。与此同时，患者的心理健康同样不容忽视。积极的心理支持和适度的运动，可以缓解治疗带来的身心压力，帮助患者更有尊严地面对疾病和治疗。此外，保持一定的社交活动和生活仪式感，能为患者注入更多的力量和希望。癌症不仅仅是一种疾病，更是一场人与生命与希望的拉锯战。从饮食到心理，从身体到精神，科学的支持和关怀能够让患者不仅战胜疾病，更能重新拥抱生活的美好。这是一场需要共同努力的战斗，而营养的力量是赢得这场战斗的重要武器之一。